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小明在一家跨国公司上班，一天的工作量非常的大。即便如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把自己的工作分担出去的，因为他觉得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不但不放心，而且事情往往到了最后都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最终还是要自己重做。在他的眼里，根本容不下一粒沙。小小的一个错误，仿佛是扎进肉里的一根刺，会让他感到极度的不舒服。旁人总是不解地说道：“你这样不累吗？”没有办法，毕竟我就是完美主义嘛。这是小明的答辩。你是否也像小明一样是个完美主义者呢？今天这一集，好爷就来和你分享哈佛积极心理学笔记哈佛教授的幸福处方这一本书，让你认识完美主义者的自我束缚，学会摆脱类人的完美主义倾向。事实上，本书是由作者王彦明和周简所编著，内容出自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选修课程《积极心理学》。这一门由哈沙尔博士所传授的积极心理学是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课程，超越了长期排名第一的经济学原理。该课程受到了全球数十家主流媒体的热烈关注，其中包括了美国 CNN 电视台、英国 BBC 电视台、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时代报等等。相信大家对于完美主义者这一词一点都不陌生。那好爷想要问一问的是，你印象中的完美主义者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书中哈沙尔博士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完美主义是一种充斥在生活中对失败的失能性恐惧，尤其是自己最关心的领域。从这一个定义来看，我们可以将关键点放在两个部分。一、完美主义者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有着失能性恐惧。事实上，害怕失败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是人类的天性。我相信在这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害怕失败的。在遭遇失败的时候，我们都会伤心、沮丧，这是很正常的表现。但是对于失败的失能性恐惧，那就很可怕了。这种恐惧感会让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产生裹足不前的恐惧，无论是改变策略，还是要将就适应新的环境，完美主义者都无法下定决心，只能在原地踏步。二、完美主义者对于自己最关心的领域非常的执着，也就是说，你在自己不关心的领域就不是完美主义者，输赢对你来说都不重要。相反的，在你非常在意的领域中，你就会把一切做得尽善尽美，因为它们对你来说意义重大。对于别人所给予的评价也是一样，当自己所在乎的人给出的评价时，完美主义者会非常的在意，甚至是浮想联翩。反之，无举轻重的人是没有办法用评价来影响他们的。追求极致的完美是一种限制性的行为。如果我们把人生的每一段旅途都看作是从 A 走到 B， 那么完美主义者的理想途径就是直线性的从 A 走到 B， 这才是他们努力奋斗的意义。如果旅途曲折蜿蜒，不是一条笔直的路的话，那么完美主义者就会在还未开始之前就放弃。这充分地体现了 all of nothing 的想法，要么不努力，要么就要做到最好。换句话说，完美主义者只关心结果，不在乎过程。对于他们来说，过程只不过是达到结果的一个手段而已。然而，人生的每一段旅途，从 A 到 B 都是曲线式的，事情的发展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我们可能会面临危机，深陷失败之中。我们可能也需要稍微偏离路线，给自己休息充电的空间。从 A 出发达到 B 之前，你会经过 C、D， 甚至是 E。曲线式的生活才是生命的样貌。回想那些你爱看的电影，有哪一部剧情不是高潮迭起、迂回曲折的呢？完美主义会扼杀人们的幸福感，但是这并不代表要放弃抱负，放弃追求自己的理想。依沙哈尔博士所见，雄心勃勃会让人充满激情，只要在追求伟大的理想的时候不苛求完美，能够接受失败，那么这一点雄心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里的关键就是在于把焦点从追求完美转移到追求卓越。同样是从 A 到 B， 追求卓越者的途径是充满弹性的，即使路线有所偏离，也可能需要面对失败的考验，追求卓越者还是会接受现实。失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反馈，一个能够让自己成长的机会。即使通往终点线的路径变长了，他们还是能够尽情的享乐，因为他们认为整个旅途的过程也是组成结果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自己的完美主义倾向呢？一、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无论是进行什么样的改善，第一步永远是自我认知，要意识到存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只有意识到了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开始着手改变。对于完美主义而言，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一、完美主义者极具防御性。在进行争论和面对他人所给出的批评时，完美主义者通常都会表现出防御性的表现，因为批评对于他们来说偏离了生活中的直线，是不完美的。严重的话，这会破坏他们的人际关系，因为极强的心理防御会让他们难以和别人交心。你是不是也有这极强的心理防御呢？如果是的话，那就要注意自己是不是陷入了完美主义倾向。只要转向追求卓越，你就要虚心的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批评。虽然有些话刺耳难听，但那是有必要的，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二、完美主义者为失败所困扰。就像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完美主义者非常害怕失败，因此他们经常会把关注力放在失败的层面上。无论是行不通的策略、潜在失败的可能性，还是真正的失败，他们的焦点永远都在那里。现在我们就来简单的检测一下，你的关注点是在哪里？如果眼前有半杯水，你会关注在哪一个部分呢？空着的部分，还是满着的那一部分？如果是空着的部分，那你就要小心了。你有完美主义倾向，学会忘了那从来都不曾存在过的半杯水，只专注在你所拥有的，然后享受自己为了装满水而努力的过程吧。三、完美主义者不存在自我接受。自我接受其实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整体，包括了失败的那一面，以及自己所拥有的不足。然而，因为恐惧失败，完美主义者不能够接受自己，甚至会拒绝承认自己原有的样子。这样的想法经常让他们裹足不前，宁可去寻找借口来拖延或是逃避，也不愿意坦然的面对。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回头想想，你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完美主义者呢？想要尝试新事物，但却有10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因此最终放弃呢？其实我们都一直拥有着不畏失败的勇气。还记得小时候的你是如何学会走路的吗？即使不断的跌倒哭泣，可是幼小的你从来都不会因此而赖在地上不爬起来继续学走路。我们会一直跌倒爬起，跌倒爬起，一直到成功为止。为什么幼小的自己会有如此的勇气，但一路走来却慢慢的丢弃了呢？二、采取行动去改变。行动是改变的关键和基础。想要从完美主义中过渡到追求卓越，那就要采取行动，允许自己过上曲线式的生活。为了促进改变，沙哈尔博士提出了几个行动法则。一、不抵抗法则。主动询问别人的意见，聆听别人的批评，并且控制自己，不做回应，也不回击别人。依沙哈尔博士的经验，在接受负面评价时，要先控制好情绪，渐渐习惯了以后，就可以减弱自己的心理防御性了。二、积极的自我暗示。由于大脑无法区别真正的事物以及想象中的事物，所以经常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有助于大脑相信自己不会失败，能够既舒缓心中的恐惧和焦虑。减少了压力，你就能够更加积极的做事，产出想要的成果。三、白金法则。白金法则的主张是要以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宽仁包容，就要如何对待自己宽仁包容。假设你最亲近的朋友或是亲人经历失败，你会怎样对待他们呢？是置之不理，还是给予安慰呢？答案肯定是后者嘛。同理，对于自己的失败，你也要欣然的接受，而不是一昧的逃避。好了，这是今天好友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哈佛积极心理学笔记》里有关于完美主义者的自我束缚，以及如何摆脱累人的完美主义倾向。我们来回顾一下。完美主义是一种充斥在生活中的对于失败的私人性恐惧，这种恐惧会让完美主义者裹足不前。完美主义倾向往往只是针对自己最关心的领域，同时也会影响我们对于人际关系的表现。完美主义者理想中的人生旅途是直线性的，从 A 走到 B， 他们不容许失败，也不容许任何的偏离。而追求卓越者的途径则是充满弹性，是曲线性的。
路线的偏离，失败的考验，不过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要享受过程。因此，在追求远大的理想时，应该要注重追求卓越，而不是追求完美。在保持对于理想的雄心勃勃之余，也要接纳失败的可能性。要避免完美主义的倾向，你可以实践以下2种方法。首先，形成对于自我正确的认知。你要了解自己是否有极强的心理防御性，还是常常会为失败所困扰，又或者是鲜少的接受自我。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行动法则来进行，其中包括了不抵抗法则、积极的自我暗示以及白金法则。完美主义是一种神经症状，它并不会马上的消失不见，只会一直存在，又或者是隐藏起来。通过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过，我们首先必须要接受这一个事实，才能够努力将自己过渡到追求卓越。对于改变的过程，要保持耐心，好好的享受每一点、每一滴的努力。正如沙哈尔博士常说的 ，Give ourselves the permission to be human， 允许自己成为人吧。最后，还会想要问问大家的是，面对自己的完美主义倾向，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欢迎大家留言写下你的想法，让我们一起互相讨论学习。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成长思维行动营，让我们帮助你培养成长型思维，蜕变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无论是在财富、工作还是在生活上，都能够带来实质上的转变。马上就点击下方链接加入吧，我们在课堂里面见。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那如果不小心点到小铃铛的话，就更好了，这样好业就可以争取在每逢周三晚上7点半的时候弹在你面前的机会了。我们下一集再见。